恋爱10年，男友江素才答应跟我结婚。可是拍婚纱照时，只因摄影师让我们拍几张亲吻照，他皱眉说有洁癖，推开我独自离开。我尴尬替他向工作人员道歉。大雪天不好打车，我踩着积雪，一步步艰难走回家，却在婚房撞见江素抱着白月光亲的难舍难分。欣欣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随时可以逃婚。多年吃手，此刻都成了笑话。我痛哭过后，选择比江素先逃婚。后来圈子里都在传江家小少爷满世界寻找前未婚妻，只为求他回头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站在婚房外，透过巨大的落地窗，能看到激吻的江素跟陶欣，他紧紧搂着她，吻得迫切又霸道，像是要将她融进骨血里，半点看不出平日清冷禁欲的模样。我衣服、鞋子、头发都被大雪打湿了，浑身冰凉，那股冷意顺着四肢钻入胃里，让我胃里止不住翻涌。眼看着两人滚倒在我精心挑选的婚床上，我拿着手机对着他们录了一段响，没忍住，吐得昏天黑地。这么多年，江素跟我在床上的时候，也从来不会亲我。他说有洁癖，我信了，原来只是心里有别人。他只吻最心爱的人。房中两人听见动静，同时朝外看了过来。明明出轨偷情的人是他们，可那一刻我却下意识躲了起来，满身血水，我冻得身体止不住发抖，只想等陶欣走后回家。然而等了1个小时也没人出来，我打了个喷嚏，拖着僵硬冰冷的身子回家。婚房里暖烘烘的，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江素正在厨房做饭，动作很熟练，看得出不是生手。抽油烟机呼呼响着，可独属于饭菜的辛辣味道还是散了过来。而我有胃病，从来不吃辣。小馋猫，菜还没炒完，江素听见动静，笑着回头，再看到我的那瞬，他嘴角弧度尽数敛去。原来是你，身上都湿了，不赶紧洗澡换衣服，乱走什么？家里都被你弄脏了。对不起，我捏了捏湿透的羽绒服，习惯性道歉。江素不悦皱了皱眉，还想说什么，陶欣出来了，她嘴上肿肿的，脸上带着红晕，一看就是被蹂躏过的模样。我看向她，她下意识拉了下衣服，仓皇解释：佳怡，你别误会，她有什么好误会的？今晚大雪，路上不方便，嫂子今晚住这里。江素连眼神都没变一下，一锤定音。陶欣是他哥哥的女友，两人还没结婚，他哥哥就去世了。但这些年，他都是喊他嫂子。饭菜做好，江素招呼陶欣吃饭，他见他吃得开心，也跟着笑，压根没注意到只吃白米饭的我。吃完饭，陶欣就去睡了。这里是我的婚房，江素却要他睡主卧，赶我去客房。客房没收拾，嫂子睡不习惯，你凑合一下。可这里是我们的婚房，主卧我都还没睡过，怎么能让其他女人睡这里？我想反驳，话到了嘴边，却一个字没说出来。江素在主卧待到近12点才回客卧，我又吹冷风，又饿肚子，浑身不舒服，脑子里满是他跟陶欣激吻的画面，躺在床上睡不着。他推门进来时，我真想不管不顾质问他，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娶我？为什么马上要结婚了，他还能跟别的女人接吻？为什么我就在这里，他还能理直气壮跟陶欣那么亲密？一堆问题压在我的喉咙口，可我最后只苦涩道：江素，如果你后悔了，不想跟我结婚，可以和我说，他可以取消婚礼，我也能接受。但我接受不了他逃婚，把我跟个傻子一样扔在婚礼上。
我说的足够委婉，没有拆穿江素跟陶心的丑事。我以为他会心虚，会跟我解释，或者按照他的真实心意，顺势取消婚礼。可江素却脸一沉，呵斥我，就因为我陪嫂子多说了几句话，你就吃醋，拿取消婚礼要挟我。杨佳怡，你已经28岁，不是小孩子了，别这么幼稚，拿婚礼开玩笑。我攥了攥背角，低声道：可是陶心不一样，你暗恋过他，你们……江素皱眉打断我，那些都过去了，你别整天翻旧账行吗？可这能怪我吗？他摄影技术很好，却从来不给我拍照，理由是不喜欢拍人像，但他电脑里却存了陶心几千张照片。我发现时跟他大闹一场，他那时就信誓旦旦跟我说，他跟陶心就是过去式了，他现在只把她当嫂子。我信了他的解释，可他是怎么对我的？要不是我今天回来意外撞见他说要逃婚，我都不知道他对陶心念念不忘，只把我当备胎。我又委屈又难过，但最后还是跟以往一样主动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胡思乱想，这次就算了，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，你知道的，我很在意你，也只会娶你。江素去浴室洗澡，然后上床，从身后抱住了我。当年他父母哥哥飞机失事去世，他既要面临亲人逝去的痛苦事实，还得抵挡那些对他父母哥哥遗产别有用心的人，一度压力大到睡不着。那时只有我陪在他身边，我给他做秘书，陪他一起应对江家公司里外的困难。他应酬喝出胃病，我为照顾他，特意报班学厨艺，换着法子做饭哄他吃。晚上他失眠，我给他讲故事，找催眠的白噪音，每次都是哄他睡着我才睡。江素那时不止一次动容地抱着我说，你家人不爱你，是他们有眼无珠，以后我是你的爱人，也是你的亲人，我们可以永远把对方当作最后的后盾。可江家公司好起来后，陶心也从国外留学回来了。江素说她是他的嫂子，就理所当然地对她好，她永远排在我前面。她还叮嘱我要我对她好，把她当作家中最亲近的长辈对待。可谁家长辈会跟小辈的男友暧昧不清？黑暗中，我咬了咬唇，拿开了江素放在我腰间的手，他没说什么，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我睡了，没有像以前一样失眠。看吧，这世上一切都会变的。我盯着天花板，一夜没睡，只是用一夜做了个决定。10年感情，我没那么轻易放下江素，但我不会要一个不爱我的男人。这个婚，我不想结了，我想跟江素取消婚礼，好聚好散。只是第2天我没来得及跟他说，一早起来我就头痛欲裂，一探额头才发现我发烧了。江素看我烧的意识都模糊了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家里没药了，你先坚持一下，我送嫂子回家，你别再传染她，等我回来再送你去医院。他拿着车钥匙就送陶心回家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口一阵密密麻麻疼意。他已经做得够绝了，但我就是不甘心。10年感情，我不信他一点不在意我，他应该会回来的吧？只要他肯回来，对我有半分在意，我就跟他提取消婚礼的事，成全我们最后的体面，也成全他跟陶心。然而我等大半天都没等到他回来，却看到陶心发的朋友圈，大姨妈不舒服，幸好有他在身边。他说只要我需要他，他就会永远在。他做到了，这个他也只可能是江素了。我这一刻对江素彻底失望了。认识15年，在一起10年，哪怕是一条狗都该有感情了，他却这么对我。我改主意了，不取消婚礼了，我要逃婚。江素计划逃婚时，压根没考虑我的感受，那我也不要管他了。新婚当天，
他去做那个小丑吧。我忍住眼角酸涩，打了120，才上救护车，我就高烧惊厥，陷入了昏迷。醒来时，护士说：“幸好你提前打了急救电话，不然你一个人在家，高烧惊厥会出人命的。”他话音落，江素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公司有事，我没空回去照顾你，你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吧。”说完就匆匆挂了，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江素有个头疼感冒，我寸步不离。之前他家里刚出事那段时间，他总做噩梦，我甚至整夜陪着他。我不是非说要挟恩图报，对他好我从来没求过回报。可我高烧住院，他却一心守着姨妈疼的桃心，他可真行。我拿着手机联系了江素的死对头王畅。王总不是一直想要我手里江家的股份吗？我愿意卖给你。我住了2天院才回家。婚纱照店打来电话：“杨女士，您看近5天，哪天方便跟您先生来拍照？距离您婚期只剩20多天，你们再不拍，婚礼前照片就出不来了。”我问下我先生，给你回电话。我给江素打电话，被拒接，发消息没人回，直接去公司找他。秘书办的人跟我说，今天陶总助办入职，江总为了给他庆祝，带所有人去酒店庆祝了。我问了酒店名字，赶过去。我成为江素特助时，江家公司内忧外患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入职庆祝。那时天天忙得连轴转，一天能吃上2顿饭都是好的，每天连5小时睡眠都保证不了。现在陶心的入职庆祝却比我的订婚典礼还要奢华。我看着宴会厅里觥筹交错的欢乐场景，才走进去，就被江素赶来，拽出去了。今天是嫂子的入职庆祝，你别来这里闹，影响她心情。她以后是你特助，那我呢？我努力克制了，但开口还是忍不住带了哭腔。我发烧生病，江素没来医院探望我，只说给我放假，让我好好休息。要不是我今天来，我都不知道。他把我的位置给了陶心。每次我以为他做的已经够绝时，他都能做得更绝。江素递了张纸巾给我，别哭了，我就是看你跟我奋斗这么多年，太累了，才想让你歇歇。你只是个普通大学学计算机的，不像嫂子名牌大学毕业还专业对口，她更合适做我的特助。以后你只需要当江太太享福就好。现在嫌弃我学历了，我陪着她四处应酬，喝酒喝到胃出血时，她怎么不嫌弃我呢？江素见我不说话，还以为我又要闹，眉眼间露出些许不耐。杨佳怡，我一会儿就去办理离职。我攥了攥拳，忍住了心头酸涩跟怒火。江素神色稍缓，你以后也像这样懂事就好，我不会害你的，没事，你可以走了。陶心在找他，他想回去。我拽住他，婚纱照那边问，这一周我们有没有时间去拍？我得出差，没空。好，我离开酒店就给婚庆公司那边打了电话。婚礼当天大屏播放的照片、视频，我要换一下。我把江素跟陶心出轨的画面整理好，发给婚庆公司，他们都不要脸了，我也不用给他们留。江素说出差没空，可之后1周，他带着陶心去国外看极光，他们在极光下接吻，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好愿望。1周后，我给江素打电话，该去试婚纱跟西装了，我要跟欧洲客户谈合作，赶不回去。嫂子比你眼光好，身材也跟你差不多，我会让她在国外替你选几套婚纱试一下，回国时带回去，跟过去一样。江素并没争取我的意见，直接替我做了决定。我已经对她寒心了，心中毫无波动，只说好。陶心试了好几套婚纱，
还跟江素顺便一起拍了个婚纱照发给了我。结婚没婚纱照不合适，你跟阿素没空拍，我帮你，到时候你呀换脸一下就能用了。不客气。我看了眼婚纱照，江素跟我拍亲吻照有洁癖，跟陶鑫就没有了，两人没切实吻上去，但是跟接吻也差不多了。我手机熄屏，对着刚进门的保洁道，把所有女士衣物用品收起来就好，其他不用管。我收拾好自己所有的东西，搬出婚房，然后跟江素的死对头见面，把我手里江家公司的股份全都卖给了他。结婚前一天，江素才赶回来，身边还跟着陶鑫，他们给我带回了婚纱。他还自告奋勇给我当伴娘，连伴娘服都准备好了。陶鑫撺掇着我赶紧试衣服，他跟我一起试。他给我挑好的婚纱就是绸面一块布，只裹住了关键部位，看着像夜场女。而她穿着高定婚纱，头上戴着钻石皇冠，远比我像新娘。新娘很漂亮，江素嘴上这么说，可却一直笑看着陶鑫。1个月没见，他只跟我待了10多分钟，就迫不及待带陶鑫离开。只是在离开前，他叮嘱我，明天我会来酒店接亲，让你亲朋好友悠着点。我不喜欢那么多刁难新郎的游戏。好，他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已经通知我的亲朋好友，婚礼取消，明天1个人都不会来。江素跟陶鑫一走，我就联系了我为江家公司找的那些大客户。我换新公司了，就当是庆祝，可以给各位更优惠的合作条件，也欢迎各位跟我新公司合作。晚上我失眠了，睁眼到天亮，不知道婚礼开始后，江素发现我逃婚会是什么反应？陶鑫看到他当第三者的那些视频，又会是什么表情？第2天一早，我就拉行李去了高铁站。新郎接亲时间到时，我刚好坐上高铁。那一瞬间，无数电话跟信息涌了进来，电话跟信息太多，手机甚至有一瞬间的卡顿。我把电话都挂断了，可短信、微信还叮叮咚咚响个不停。弹出来的消息大部分都是江素发的：杨佳怡，你在哪儿？你让人在屏幕上放我跟嫂子在婚房的视频，还有我们在极光下接吻的照片，什么意思？视频你什么时候录的？哪天你在楼下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？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回来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还有，你为什么把手里股份都卖给王畅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他手里股份比我还要多1%，以后他在公司比我话语权还高。我跟他有仇，这件事你比谁都清楚。我没质问你的意思，也没怪你。那天吻欣欣是我一时冲动，我们10年的感情，我是真心想娶你的。你为这场婚礼准备了那么久，会回来完成它的，对吗？我跟江素认识15年，恋爱10年，这是头一次他给我发这么多消息，可我只草草看了几条，就把他的微信删除了。他凭什么以为他婚前出轨想逃婚，我还会愿意嫁给他？我对他的爱早就在他对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中消耗殆尽了。他不喜欢我，大可以跟我分手，而不是答应跟我结婚，又想要逃婚羞辱我。但凡他有丁点为我考虑，我都不会做这么绝。手机响得我烦，我拉黑江素手机号，陶鑫又打来，比苍蝇还要烦人。我已经办了新手机卡，干脆取出旧卡，掰断了，连微信一起申请了新的。6个多小时后，我到达上海。新公司老板薛后带着公司一众高管，热情为我举办了接风宴。江素是脑子进水了吗？有你这样漂亮还能干的贤内助，他不珍惜，还跟名义上嫂子搞在一起。不过说句不好听的，幸好他犯错，
不然我都没机会挖来你。哈哈哈哈！我在寺庙没白上香火钱。我抿了抿唇，以后就别提江素了，都是过去式了。瞧我，非得提那个晦气人。我自罚3杯。薛后生怕惹我生气，赶紧道歉。他几年前就跟我认识了，不止他，还有好几个大客户的公司，其实都有意挖我，只不过我是江素女友，又对他一心一意，以前从来没想过离开。江素说我学历不如陶心，可学历只有刚出校门时重要，等工作后，职场上更重视进过哪家公司，完成过哪些项目，谁还会揪着学历不放？归根到底，不过是江素找个借口，让我给他白月光腾位置罢了。接风宴结束后，薛后安排人送我回去。他邀我入职时，就承诺了送房，房子已经按照我喜好布置好了。佳怡呀，你好好休息，1个月后再来上班就行。这1个月你想怎么玩怎么玩，公司全部报销。薛后担心我因为江素出轨的事不开心，特意推迟了我的入职时间，还安排了他的帅哥儿子薛洋来陪我，甚至有撮合我们的意思。可他儿子比我小整整7岁，还在上大学，他也是真豁得出去。不过薛洋很会来事，姐姐不用为难，我老爸就这老顽童的性子。之后1个月，你把我当成导游跟陪玩就行。他是学体育的，肌肉阳光型帅哥，平时一口一个姐喊着，跟邻家弟弟差不多，很好相处。薛洋原本计划带我国外1月旅行，但我其实对国内更感兴趣。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支持，成年后又一心扑在江素跟工作上，就算去到某个城市，也是忙工作，根本没时间去景点。我想去西安看兵马俑，吃羊肉泡馍，去重庆吃下地道重庆火锅，看看夜晚的洪崖洞，也想去云南转转，欣赏欣赏那里的美景，穿民族服饰拍拍照。江素过去许诺过我无数次，会陪我走遍中国，可他陪陶心跨越万里看了极光，都没空带我去一趟故宫。现在我也不用小心翼翼问他有没有时间了，薛洋当天就买机票陪我一起去西安。落地后，他叫来10来个同学，男女都有，性格不同，但都长得很好看，一群青春有活力的帅哥美女齐刷刷喊我姐姐时，心情很难不好。相比起我的惬意自在，江素那边只能称得上糟糕至极。好友幸灾乐祸给我打来视频电话八卦，我那天偷摸去你们婚礼上看热闹了。江素跟陶心偷情，那视频照片一出，俩人脸都绿了，实在是俩人当了婊子还立牌坊。你说他们要是互相喜欢，就在一起呗，谁也不会说啥。可江素说江家最难时，你一直陪着他，他这辈子只会娶你。陶心说江素哥哥救过他的命，他很爱他，就算他死了，至少5年内他不会谈恋爱。结果5年还没过，他跟未婚夫弟弟搞上了，还是个第三者。现在圈子里全都在笑话他俩的，被人议论几句不会掉肉，只要脸皮厚，这也不算什么。可我把手里股份给了江素死对头，江家公司内部派系斗争又开始了。而且江素出了这么大的丑闻，公司还有很多客户因为我解约了。他筹备了近3年的公司上市，这下算是彻底泡汤了。我只听了一嘴就抛在脑后，继续跟薛洋一起旅游。我去了西安、洛阳、南京、重庆，在云南飞机落地时，听闻江素找了过来，真扫兴。薛洋抱怨，我现在不想见江素，提前结束假期，开始上班。我们的圈子就这么大，只要他有心，想找到我不难。恰逢新公司想要开拓海外市场，
美国分公司那边需要一个副总，我自告奋勇上阵。没想到薛洋也跟了过来，说是在这边留学，但除了上课，都腻歪在我身边。这边不像国内那么安全，我们合租更有保障些。是我老爸让我来的，他说要是我被赶出去，就断了我零花钱。姐姐，你不会这么狠心的吧？朋友办派对需要女伴，可我孤零零在国外，只认识你，你帮帮我吗？姐姐。薛洋总有借口缠着我，嘴上喊着姐姐，看我的眼神却从来不清白。这一次，他甚至说自己忘了拿浴巾，让我去送。我避嫌，只把浴室门开了一条缝，他从里面直接大喇喇开了大半，宽肩窄腰到三角薄肌身材，一大半暴露在我眼前。不愧是体育生，身材确实练得很不错。可我只觉得头疼。薛洋，我不谈姐弟俩，对比自己小7岁的弟弟更没兴趣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是不是我忘记带浴巾，惹你烦了？别赶我走行吗？要是我老爸知道我让你不高兴，得骂死我。薛洋低着头，一副十分沮丧的样子。我顿时说不出拒绝的话了。我捏捏发疼的眉心，回客厅。好友打来了电话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江素跟陶心身上。你都不知道，陶心当江素特助后闹出多少笑话。她自己是个小三，就把所有女人都当小三。江素的女下属被开了不少。她跟女客户谈合作，她阴阳女客户是小三，2家公司合作直接搞砸了。江素已经把陶心开了。2人闹掰了，江素一直在找你，我还以为找段时间找不到就放弃了，可他找得更疯了。大家都说他就是玩玩陶心，其实喜欢的还是你。我听着好友絮絮叨叨，大多数时候只是笑笑，然后岔开话题。我爸妈曾经骂我，说我咬人的狗不叫，平时装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发起狠的时候比谁都绝情。这话很难听，却是事实。过去10年，我可以当个舔狗，卑微的去争取江素对我微薄的爱意，哪怕他当着我的面跟陶心暧昧，践踏我的尊严，我也可以忍受，一声不吭。但我从逃婚那一刻开始，就放下了对江素的所有爱意。我跟好友聊完就挂了，没把他的话太放在心上。可我没想到，时隔大半年，会在美国遇到江素。他穿着我当初为他定制的西装，瘦了一大圈，脸颊都凹了进去。看到我的瞬间，他眼睛亮了亮，飞快跑了过来。杨佳怡，真的是你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相比起他的激动，我只有不耐。有事吗？江素没想到我是这个态度，眉宇间染上一抹愤愤。你当时不声不响逃婚，连句话都没留。你知道我这大半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打断他，你婚前出轨还计划逃婚，我不觉得我的行为有任何问题。闻言，江素有一瞬间的慌乱，他拉住我的手，不是那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承认我喜欢过陶心，但我对他只有年少时的不甘跟遗憾。那天在婚房说逃婚，我只是一时冲动，根本没想过真逃婚。但我想娶的人从来只有你，我从未想过我有天会听到他说话都觉得烦躁。他跟陶心接吻说逃婚是一时冲动，那他跟他极光下接吻，让他陪他拍婚纱照，这些年跟他的暧昧都是一时冲动吗？我从来不喜欢跟人争辩，只甩开他的手。脏了的男人，我不要。江素直视着我，了然道：我明白，就是我以前惦记着欣。陶心，你吃醋了是吧？我保证跟他断干净，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他伸手就来拉我，我避开了，厌烦道：我们不可能了，我们10年的感情，你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？你就是在赌气，
不相信我会跟陶心划清干系是吗？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江素说完就跑了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在逃避我已经不爱他的事实，还是真这么自信，他才走。我的客户切斯特就抱着大捧红玫瑰来接我。杨 ，surprise！ 今天是我代表公司跟你谈合作，开不开心？鲜花送你，希望你天天开心。他是个混血帅哥，美国这边出了名的豪门二代。1个月前意外结识后，他就喊着我是他真命天女，开始高调追求我。我接过玫瑰，谢谢。那你过来谈合作，是不是会给我更优惠的价格？如果你能当我女朋友的话，那样就该你把货物都送给我，而不是谈合适的价格了。哈哈，只是开个玩笑。杨还是这样幽默。不过你真心愿意的话，只是这一批货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我笑了笑。那你猜猜，我的身家购买几批货？切斯特挑挑眉。在我眼里，杨是无价之宝。切斯特先生在我眼里也是很优秀的合作伙伴。如果这批货能给我一个足够优惠的价格，那我就要考虑加大你们的供货比例了。切斯特大笑。杨，你真的是一个很优秀、很有魅力的女人。即便做不了情侣，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幸运。他邀我吃饭。吃完就把供货合同签了，供货价格给到了最低。切斯特这么有诚意，晚上他邀请我去新买的游艇上玩，我也利落答应了。派对结束，我扶着喝醉的切斯特下游艇，他拉着我的手，不断亲吻我的手背，深情告白：杨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女人，你就像你们的国家一样神秘，充满魅力。美丽的小姐，能否给我一个和你交往的机会？薛洋已经开车在等我了。看见这一幕，他皮笑肉不笑冲过来，把切斯特推给了他的朋友。切斯特先生喝醉了，送他回家吧。回去路上，薛洋浑身醋味快把我淹没了。他亲你手背，你怎么不把他推开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我听得有些烦了。下车后打断他：薛洋，我的感情生活没必要跟你交代。我只是看着他，都没说什么重话。他眼眶已经一点点红了。薛洋在我跟前低着头：对不起，姐姐，我就是吃醋了。今天我生日，我还以为你会陪我，在家里等了你很久。我以后不乱争风吃醋了，你别生我气好吗？听他提起生日，我怔了下，有些愧疚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你今天生日，没准备礼物。那你可以抱我一下，当我的生日礼物吗？薛洋长得很大一只，标准的黑皮大胸肌帅哥。可他两眼亮晶晶看着我时，我只觉得可爱又可怜，很难拒绝他的请求。我纠结了一下，还是点头，上前抱住他。他低下头，很快地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。薛洋21生日愿望是娶杨姐姐做老婆，入赘也行。薛洋动作太快了，我都没来得及有什么反应。江素面色铁青冲出来，一拳砸在薛洋脸上。我拎着包包砸在江素后脑上，拽开他，护在薛洋跟前。够了，江素，你发什么疯？我跟他认识15年，他一直都是克制有礼的，我没见过他这么癫狂的模样。江素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声嘶力竭道：他为什么能亲你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的事与你无关，我是你男朋友，从婚礼那天开始就不是了。江素想发火，又忍住了。你是不是还在因为陶心生我的气？我今天已经叫人把他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了，我给他的副卡也收回了，以后我跟他都没有半点关系。所以他今早来找我时，还让陶心用着他的副卡，住着他的房子。他跟另一个女人纠缠不清，却说还爱我，让我回去跟他结婚。
他不觉得自己恶心吗？我皱了皱眉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跟别的女人怎样？不用跟我解释。什么分手？我不同意。杨佳怡，我都已经跟你赔礼道歉了。江素没说完，我身旁的薛洋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我顿时没心思理会江素了，扶着薛洋回家。江素也想跟进来，被我关到了门外。回家后，我拿出医药箱，给薛洋处理嘴角的伤口。姐姐，好疼啊！他眼泪汪汪看着我撒娇。我拿着棉签，在他嘴角使劲按了按。别装了，他一个散打全国冠军，怎么可能被江素一拳打到地上，爬不起来？薛洋小声嘀咕：“那个出轨渣男就是姐姐前男友吗？他根本配不上你，就是切斯特那个花花公子都比他强多了。”啪嗒，我盖上医药箱盖子。薛洋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意思，可我们差7岁，等过2年，你就该嫌我老了。薛洋一下来劲了。那要是2年后，我还喜欢姐姐，姐姐是不是就答应跟我在一起了？你可以试试。我本来想拒绝的，看到他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又心软了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录像了，姐姐别想反悔。薛洋兴奋抱着我的腰，转了好几圈，才把我放下。我经历过跟江素的那段失败恋情，对新的恋情没什么兴趣。可这会儿看着薛洋眼底的光芒，我也忍不住对未来期待起来。至于江素，我没当回事。他自尊心极强，跟我在一起后，一直都是我围着他转。我以为我拒绝复合，他很快就会回国，没想到他在我对门住了下来，想方设法接近我。哪怕薛洋看他很不顺眼，背着我偷摸把他打得鼻青脸肿，他也没放弃，还想方设法接近我。这天我才下车就被他堵住。江素眼底都是血丝，看得出最近状态不太好。佳怡，我跟陶鑫的事是我不对，可你出国后跟好几个男人不清不楚，我们就当扯平了。我们回国结婚，忘了这些不愉快的事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我们之间退让的那个永远是我。他难得做出退让，但我并不准备接受。不好，被我拒绝。江素这些日子的好脾气装不下去了，他崩溃道：“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是有错在先，可你逃婚，让我丢尽脸面，把股份卖给我死对头，公司上市的事也因为你泡汤了。你就算有再大的气，也该消了吧？”我面无表情看着他发疯。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，我离开你只有一个原因，我不爱你了，我要走，却被他拽住。江素双目猩红，哀伤又愤怒。你别搞得你像受害者一样，我们10年感情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你就没错吗？我其实很不喜欢跟人解释，可我知道，我不说清楚，我们之间永远不会有个了结。江素，我不是没反思过，这些年我们感情越来越淡，我很努力去挽救我们的感情，可你对我的态度还是越来越冷漠。发现你出轨，陶鑫还想逃婚那一刻，我崩溃到大哭。我在想，是跟酒桌上那些老板们说的一样，我们谈太久，没有新鲜感，你才出轨的吗？还是像员工们私底下说的那样，我在公司威望超过你，才让你对我不满？再或者，是不是你年少喜欢陶鑫，把他当成遗憾，才会一直放不下他？可我思考了很久，不想再去深究了。江素，出轨的是你，对不起我的也是你，你才是犯错的人，该反思也是你反思。你不爱我，不是我的错。江素看着我，声音嘶哑，可我后悔了，你做错事，后果不该我来承担。我推开他，回家了。江素还是不肯走，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我的联系方式，给我发短信。你说你爸妈重男轻女，从来不把你当人，我们认识15年，
恋爱10年，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你连你唯一的亲人都不要了吗？我回他，我真正的亲人都不要了，更何况你呢？江素缠了我1个多月，发现没有挽回的机会，最后还是走了。之后2年，他每月都会飞美国1趟，我不肯见他，他就远远看着，一副痴情悔改的模样。可我跟薛洋日久生情，答应做他女友后，江素没再来找过我。没多久，听说陶心怀孕，他跟他凤子成婚了。他们结婚后一直打打闹闹，江素在外面养了个情人，那个情人处处很像我。陶心3天2头闹也没用，反倒惹烦他。他搬去跟情人一起住，陶心把江素情人打流产，被关进看守所。那天，我和薛洋结婚了。婚后，我生下1对龙凤胎，接手了薛家公司，把公司做得越来越大。江素跟陶心离婚，又有过几次婚姻，都不太顺利。听说他失眠越来越严重了。江家正式破产那天，是我孩子的5岁生日。我公婆高调给2个孩子送了价值上亿的游乐园做生日礼物。江素也不知道在酒店门口蹲了我多久，他瘦了许多，眸光暗淡，不再意气风发。见到我，他掐灭手里的烟，苦涩道：佳怡，如果我一心一意对你，是不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那个人会是我？我没回答。薛洋在喊我，我笑着朝他走过去，看见他手里拿着的那沓车房股份过户合同，我就头疼。他们才5岁，你用不着这么早给他们，不是给他们的，给你的老婆。他们的出生日，你的受苦日，你才是最该被犒劳的那个。你悄摸地收起来，免得爸妈又说我偏心。我接过那沓合同，忍不住笑了。我有不合格的父母，还有一段长达10年的失败恋情，但所幸老天并未亏待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